上次提到，巴菲特现在是持有了巨大的现金，准备可能会发生的经济或者金融的大灾难。在这个同时，国际宏观经济学家卢比尼也说到，美国的经济将会迎来大衰退，股票市场可能会崩溃，包括债务违约、骨牌效应连环爆炸。2023年美股到现在浮浮沉沉，整体好像还涨了一点，看似风平浪静。但是我看到一直以来美股其实有3大危机，好像这个市场完全没看到，一直没有解决，大家不容忽视。就像一个火山，那一旦爆发的话，对投资市场、股债汇、房地产都有严重的后果。今天我立刻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3个危机，所以大家记得要留到最后，这样可能会帮助大家避免买错了资产，损失惨重。大家好，我是奇葩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视频的上传了哦。爸爸，现在我应该买美国国债还是美股呢？那3大危机是什么呢？那现在美国面临的3大危机，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国债，美国的国债又到了它的债务上限，如果国会不把这个债务上限提升的话，到了7月份，美国就会出现违约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警告，这一次如果美国债务违约的话，会引起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大灾难，所以他警告美国国会赶快把债务上限提升。那我们回看美国过去从1917年开始到现在，整整是提升了108次，这一次我估计最终还是会提升的，但是还是让我们看到美国债务这是一个大火山，迟早会爆发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上一个国家债务违约的是斯里兰卡，虽然情况有点不一样，但是结果是斯里兰卡的政府下台，国家进入了无政府的乱象，经济停顿，国民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。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，受影响的不光是美国，而是全世界。而最糟糕的一点就是，如果我们看一下美汇指数或者美国国债的收益率，基本上市场是完全没有把这个灾难的可能性 price in 在资产的价格里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美国国债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，就像一个失控的火车 runaway train， 它一旦失控之后，我们看着它脱离轨道奔向灾难，却是束手无策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美国国债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第一个，美国政府自从上一个世纪60年代开始，每年都有财政赤字。在克林顿做总统的这几年当中，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赤字是不见掉了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表面的数字所误导，因为克林顿很聪明，他是静悄悄的把美国社保基金 Social Security Fund 里面的钱完全透支用清光了。所以如果把这个社保透支也加入美国的财政数字的话，也是赤字累累。那为什么有财政赤字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财政赤字是怎么样发生的。也就是说，政府的税收入低过它的开支，使到它有赤字。那我们假设从今天开始，美国政府的税收是刚刚够它的开支 ，which is impossible， 不可能发生的。我们就想象它能够做到收支平衡，可是它还要支付之前欠下来的债的利息，再加上它是不可能做到收支平衡的。如果要改善美国政府的赤字的话，只有3个选择。第一个是加税增加收入，第二个是降低开支，第3个就是举债透支未来。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当一个政府加税的时候，他的总统和其他的国会议员等于是在他们的政治职业上自杀。加税会使到很多的国民不满意，因为更多的钱给政府拿了去，
所以在下一次国会或者总统选举的时候，执政党和总统一定会失去很多的选票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特朗普的年代，他是大举的降低了美国的税收来赢取选民的选票。到了拜登上台之后，只是象征式的说要加一点富人税，但是富人只是少数，怎么加富人税都改善不了政府的税收的收入的。那政府有没有可能减开支呢？拜登政府上去之后是提升了很多的开支，除了派发特朗普政府也有派发的对抗新冠疫情的福利，每个国民派发1400块之外，他还大量的投入基建，听起来很好听，要把美国科技再超越中国，所以他有了不同的补贴，补贴新能源，补贴晶片，补贴生物化学等等等等。同时，俄乌战争又使到美国增加了许多的开支，提供给乌克兰政府很多的资源来对抗俄罗斯。既然加税又不成，降低开支又没可能，那美国剩下只有最后一样东西，也就是举债。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债只会不断的上升，因为它的财政赤字是没有可能消失的。美国的国债能不能够无限制的上涨呢？这里牵涉到两样东西，第一个是美元霸权，第二个是它能不能继续不断的在全世界找到傻瓜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美元霸权。今天美金还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，我不知道你住在哪里，你的国家或者地区背后的货币其实也是美金，比如说人民币背后是美金，新加坡币、港币、马来西亚币、台币、英镑、欧罗、日元，这些货币的央行印刷了这些钞票，背后背书的都是他们的外汇储备，里面最大的部分就是美金。所以今天美金在全世界有市场，给美国可以不断的印钞票。而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那每一张美金在我们的口袋里是资产，在会计的原理上，有资产就有等额的负债，所以所有的美金其实就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，是他欠了全世界的钱。除了美金是全世界央行的储备货币之外，美金也曾经是全世界唯一可以购买石油的货币。但是现在石油已经不是唯一一个能源的来源，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是大力的发展清洁能源和非化石能源，全世界对石油的依赖已经是大大的减少了。而且在现在最大的石油买家中国是希望用人民币来购买石油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俄罗斯和阿拉伯都已经接受人民币来买石油，所以美金在这一方面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。那除了美元霸权之外，美国国债能否无限制的上涨，还依赖第二个条件，就是它能不能不断的找到傻瓜去买美国国债。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日本，他们的美金外汇以及他们所持有的美国国债都在不断的下降，那剩下来就是要靠美联储去买美国的国债了。但是当美联储买美国国债的时候，货币供应就会多了，这会触发通胀。所以我们看到去年通胀失控，美联储不得不加息，使到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从接近0涨到现在大约4.5% 左右。但是利息上升了之后，美国政府以后要支付的利息开支也会以倍数的增加，这又会增加美国财政的赤字，是一个恶性循环。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不断的间接性的制造恐慌和金融危机，使到全世界的投资者为了避险，把资金转到美金，这样才能维持强美金和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。去年10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全世界最恐慌的时候，美汇指数是涨到了最高，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那时候下降了，现在又反弹了。所以很多朋友来问，现在能买美国国债吗？
当你看清楚这个局面之后，我觉得只有傻瓜才会继续买美债。而且大家想一想，现在就算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，可是通胀还是很高，还是一个负利率的时代。并且当你买美债的时候，上面写着 In God We Trust， 背后没有黄金的，只有空气。所以在金融课本里面，把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定为无风险的回报 （risk-free return）。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骗局。这一次，巴菲特给股东的信里面也提到了，他是买了可口可乐和 American Express 这些优秀的股票。相对之下，如果他没有买这些优秀的股票，而是买美国30年的债券的话，那从1987年到2021年，美国30年国债给他的回报只有9.47倍，而可口可乐是给了他超过21倍的回报 ，American Express 是更多，给了他28倍的回报。所以应不应该买美债，相信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集思广益，一起来讨论。现在美国面对的第二大非常大的危机，也是刚才提到的美元霸权。因为一旦美国失去了美元这个霸权，美国国债市场也会崩盘。那说到美元霸权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它的历史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代了英镑，成为了全世界的储备货币。但是到了1971年的时候，因为美国不断的有财政和贸易的赤字，它的黄金不断的流出美国本土。在1971年，尼克逊总统就宣布了黄金跟美元脱钩，结果就是在之后的几年，美金是大量的贬值，也导致了当时有很高的通胀。直到后来中东危机，美国搞定了阿拉伯的国家，只接受美元来卖石油，美金才重新获得了它的世界地位。在这里面有2个国家当时是不听美国的话的，一个就是伊拉克的 Saddam Hussein， 另外一个就是利比亚的 Gaddafi。我们看一看这2位国家领导人最后的结局，就知道得罪了美国，在当时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。那后来日本、中国还有其他的新兴国家，因为当时还是比较穷，你想象一下，穷人有工作有钱收，就很高兴的去做生产了。日本、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国家在这一段时间内是吸收了大量的美金，来大量的出口为世界做工厂。但是到了大约10年前，中国开始觉醒了。中国有位经济学家宋鸿兵写了一系列的货币战争的书，中国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看到美金其实是个骗局，背后是空气。为什么要为了一张废纸污染了自己的环境，辛苦的工作去出口赚外汇呢？所以中国在2015年左右开始了他们的一带一路的政策，并且发起了亚投行，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出口赚来的美金找到有用的出路，而不是把他们去买美国国债。到了2022年的俄乌战争之后，美国是直接把俄罗斯的外汇资产冻结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要大量的减少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，来分散他们的风险。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的，现在需要购买石油的美金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少。我们参考一下 Ray Dalio 最近的那本书 Changing World Orders， 我觉得迟早美元不再是唯一一个可以红霸天下的货币。那没有了美元霸权，这会对美国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。而现在美国面对的第3个问题就是它的资产价格过高。我们在一开始讲过，现在的美汇指数或者是美债的收益率，基本上是把我们刚才所说的2个灾难的可能性完全的摒除，没有 price in 在它的价格里面。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股市，那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一个股票的价值大约是怎么样去计算的。基本上就是这家公司未来的所有的 dividend 股息的派发折现到今天
所以如果我们假设明年的股息是个 D， 而它的每年的增长率是 G， 再加上一个折现率 R 的话，那这个股票的价格就是 D 除上 R 减掉 G。 那有了这个简单的公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刚才所说的美债或者美元的危机出现的话，美国的经济一定会崩溃或者发生大萧条。那就算这两个灾难没有发生，现在美联储不断的加息也可能使到经济放缓，甚至出现萧条。我们看到美国的企业在过去的6个月内整体的业绩公布平均在下滑，股息的派发也在减少，所以这个 D 是在减少，这个 growth rate 的 G 也在减少，而同时呢，这个 R discount rate 却在增加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iscount rate 折现率是无风险的回报，再加上一个贝塔乘上市场的回报。那这个无风险的回报，我们刚才有提到过，是用美国10年的国债收益率。那随着美国加息，通胀维持在高位，美国的10年国债收益率也从2022年的年初接近0涨到了现在大约是4%，这是大大的提升了 discount rate， 所以股票的价格应该要大大的降低。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美股在哪里？现在美股虽然比2022年要低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在考虑到企业盈利的降低和 discount rate 折现率的上升的话，美国现在股市是完全不值现在这个价位的。如果这个资产价格这么高的话，发生灾难的时候，它就有很大的空间跌下来。就像一个人走到了101楼，突然发生地震了，他跌下来难免粉身碎骨。综合这3个危机，我觉得现在投资要非常的谨慎。那有危就有机，如果这3个危机真的发生的话，那股票价格一定会跌到很低惨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可以找到优秀的10倍股的话，那就能做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咯。最近我制作了一个60分钟的课程，本来是要收费的，但是看到现在普罗大众所面对投资的挑战，同时也看到真的有很多好的机会可以去把握，所以我决定在短时期内把以下这个课程免费公开给大家。如果你想找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投资方法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赶快领取，因为这份礼物不会永远免费的哦。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，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